好，大家周末好啊！其实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呢，本来是准备了很多关于我们市场所关注到的数据啊、走势啊这种分析，但是呢，我所观察到的是市场的这种 FOMO 情绪和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普通的投资者对于市场当下走势所产生的那种情绪，让我觉得是比较担忧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换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如何多方面的克服这种踏空的浮躁的这种心态，然后呢，从一个心态交易的心态和我整个交易系统方面是如何摆脱这种所谓 FOMO 情绪的一个路径。那我希望呢，通过今天的给大家这个分享，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货，来真正帮助到真正有意愿加入或者说成为一名交易者的这些朋友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好的，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视频。好，我们来看今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平常的话呢，我们说咱们回去看我们上几期的一个视频。那么我们上几期视频是这样的，就是在3月的中开始3月中开始，也就是说我们2月的这一轮差不多1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或者是下跌，我们操作了美元，我们操作了一些 put 那么我们说这个过程中是非常辛苦的，这个交易做空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一个 alert 这样的一个信号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开始进行了一个做多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比如做多 AMD 做多微软做多这个科技类的，然后呢市场也有做空，所以两头其实做的都还可以的情况下，在3月中我就跟大家分享了我进入了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龟缩。就是因为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这里面看空和看多的所有的理由都是非常充分的。这里面我们说 EPS 仍然是高估，仍然市场处于高位。第二点是我们看到市场上流入 money market， 也就是市场上这些场外的资金的量是非常大，同时市场这个地方无法支撑，以现在的利率价格是无法支撑当前的一个估值。那么我们在上周的视频也跟大家分享了，当下市场就像抽了真空一样，多头和空头中有一个比例，就是现在持仓的人基本上都是满仓或者仓位很重，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持仓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多空都持，也就意味着持多仓的人呢也是全副武装，保护好自己的多仓，有很多这个做 put， 然后呢做空头的人呢也是做了很多 call， 也是做这个也就是做一个保护。那么这个地方呢，大家又都提到了4065这样非常关键的，就是 JP Morgan 的一个领口的这么一个位置。你可以到各个社群也和这个地方都看到4065这个位置。其实4065这个位置从这个趋势线上也是在压在这个技术上的一个趋势线，所以今天呢，大部分朋友其实可能就看4065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而今天一路上涨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把这个位置所打爆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看这么多人去做4065，就认为4065左右是一个期权的位置。那么我们说今天不仅有这个月末的调仓，还有大量的什么呢，就 gamma squeeze 这样的大量的期权在今天结算日的时候呢去结算在4065之上。那么你去结算在4065之上，就会出现大量的挤空，因为很多的期权在这里交易大家都觉得在这卖一个靠在这卖一些就可以了，但是一旦推上去的话，他们要纷纷的去平仓，纷纷的去去肉或者说是调整，而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就使期权的价格向上一个波动，而这个波动会去带着大盘向上。而我们正好跟上周，就是上周我们上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当下市场已经是像抽真空了一样，它一定会带来巨大的波动。而我自己的判断是在这个位置上向下波动的概率大，但市场选择的是向上的一个波动。那向上的这个波动就一定会非常的剧烈，它不应该成为我们很多人惊讶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能感受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就是我们感受到群友或者说很多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心态，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叫什么踏空心态和 FOMO 的一个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一部分人其实在这个位置上还做了空，还有很多人是持有大量的现金，他没有买。那么你相信我，肯定会有很多人说纳斯达克这里面已经进入牛市了，如果你再不在这个地方买，
你可能就会错过今年的这个底部。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太惨了，你后面都涨疯了，都涨到4000、5000点了，对吧？涨到5000多点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底部你就错过了呀，所以你会非常的着急啊。所以我能感受到呢，很多时候能感受到很多人的情绪的一个宣泄，包括马上一收盘就有人在我频道里留言啊，说什么你这看就是说就那意思说吧，就不能听你的，听了你的我们这就待着我就错过了，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人这种留意还要马上就来留言的，就是代表了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心态，就是做错不怕啊，归零都没事儿，但是绝对不能踏空，绝对不能少吃一口，每一口都得吃。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我们要克服这种踏空的这种一个心态，你首先要了解的是市场的机制啊，市场的机制是什么？市场的机制就是当市场在一个多空纠结的情况下，它一定会出一个方向，而最容易让你产生踏空心态的方向一定是向上。那么向上，而且是不断的向上的这种拉升，会对很多人的一个心态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你真的是怕错过每一口行情或每一块肉。那么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多空的位置上有人看多有人看空，而市场整体上的情绪是偏空头的，所以呢整体上情绪偏空头以后，就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地方还会有一个大跌，会幻想着会有一个大跌。那一旦与走势相反了之后呢，你也没有比如说我这一旦超过，那我今天高开的4053，那我可以做多追上去，但实际上也没有这个行为，而是眼看着它不断的上涨，而这个过程中呢，你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就是说烦躁情绪宣泄你的一种情绪啊，然后呢不断的发泄所谓的不满，或者说过来恶心别人啊，这是其实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行为。而这个时候呢，你大部分大家发现了吗？情绪的宣泄的人，大部分往往不是持有空仓就是空手或者是现金，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着急，是情绪的宣泄。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对于市场来说，后面上涨的概率还大呢。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顶部是你最后这波人要进去，你最后忍不了了，因为会跟你说这是个牛市新的开启，已经实现了全面的突破，对吧？大家可以看纳斯达克，对吧？纳斯达克都涨疯了啊，你还不进去之后，你看这里一个突破还不进去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这样机会了。就是相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大家会给你一个非常着急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会看，你会着急，说你涨这么多了，我还能追吗？用别追吧，那再涨，涨完还追吗？别追，再涨，涨完之后，等你实在忍不了的时候，你这会儿会割你的空头的仓位，或者说你直接进去追了一个多头。等你追完之后，市场上就没有什么人再去买了。那这时候一旦有卖出，你就变成了什么站岗的，那或者说你的卖仓卖压又变成了回到这种下跌趋势中的一个心态。我就是不割，就忍着，然后最后实在忍不了了，说低到这个时候说还有2400、2300，对吧？那我们 SPX 在之前低点的时候，有多少人看2400、2300呢？有没有人说呢？没有吧。所以说就看2000、看1000的都有了。你这时候又害怕，等你卖的时候又上去，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交易者的一个心理。为什么我们总觉得为什么我一买就跌，为什么我一卖就涨？就是因为市场就在这种情绪波动周期中在不断的一个进行，因为你必须要吃一口肉，每一口肉，同时又没有这种行动力，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是不断的只是在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而这个时候只会有非常大的情绪波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想好你该怎么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强调在交易的时候，除了交易纪律，还要有什么呢？非常严格的一个交易的心理和控制。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交易计划？就是这个位置上我分析完了以后，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去执行。那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说市场上这里面是很多地方都是非常难判断的。所以说我们在3月中开始我进入的是一个龟缩的状态。那如果你说我真的错过了什么，我错过的其实就今天一根 K 线，对吧？我今天就错过一根 K 线，其实我告诉你，我这根 K 线也没有错过，我甚至于的收益比这根 K 线还好。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心态会被这根 K 线影响的非常大，而整个其实你错过一根 K 线，市场中你错过的 K 线多了，我们是不是每一个 K 线每一根都要错过，都会着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交易者一个成熟的一个交易者，
要有非常完整的一个交易体系，你要有一个计划和对自己的一个认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后面我给大家从技术角度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来应对就市场中不同走势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呢，这个话题是我觉得比我要分享市场上我所观察到这些数据啊、这些分析啊要更加的重要。所以我跟大家想说的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些经历和我真的自己所用的这些系统是如何帮助到我的。好了，那么如果呢，大家别忘了我们这是一个什么付费内容，免费点赞啊！如果大家喜欢，别忘了给我们点赞。我们开始。那我从应对的角度来说，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看到市场中有不同的标的，那么大家知道股指或者是美股市场，不管是纳斯达克和标普，它只是股票市场，人称 equity 市场中一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债市今天涨的也不少，对不对？今天债市这有多少？有0.77%。我们看 TLT 今天的涨幅，对吧？ TLT 今天的涨幅是一个 1.5%。最猛的一看，我以为我错过了非常多，但实际上今天 TLT 的涨幅比我这个标普涨的还多呢，对吧？但只是说你会认为说你今天错过的非常多。那么我们去看美股和美债，之前我们分析了，比如说美债的这个走势，今天的 PCE 数据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个 PCE 的数据对于美股来说可能非常难以判断，但是对于美债来说，它就是一个利多的。不管我们通胀下行还是经济不好，都会对美债是一个利多，所以今天也反映在了美债的这个走势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债的这个交易的方法，或者说交易的这个走势就是容易的多，因为我们在美债这个地方连续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这底下卖一个什么 put， 上面呢卖这个 cover call， 然后突破了之后是一个买入。那么已经连续这么折腾的话，差不多1礼拜啊，也1块到1块5，已经连续做了每个礼拜了。大家别小看啊，这100多块钱的这么一个标的，每个礼拜刷1块到1块5，它还有分红2毛5一个月。那下来之后，这个营收其实是相当可观的。差不多你1星期来个，你就哪怕只有咱们说1000股的话，你1星期也有这一波卖，就是一个期权都1000多块钱，对吧？那你想想，那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益，它并不是小的收益，关键是省心啊，关键是好操作呀。所以我们在市场中，首先第一就是 open your mind， 就是你要打开你的眼界，或者说你的想法，就市场不是只是盯着你那几只股票啊，那个几只股票让你变得非常 FOMO 的一些股票，而是当你在这市场中交易的过程中，我们这里有不同的机会和不同的走势。像2月的话，我们说我们做了一波美元，那就是美股市场、美债市场都非常难操作的情况下，都向下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在美元这个地方也会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在这个市场中是有很多可以换的这些标的，包括我们说今天走势弱，但是整体上我们说 KWEB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就中国的这个市场也可以做来参考。为什么呢？因为你哪怕最简单的咱们说数浪，这是1 2 3 4 5，这是1 2 3，对吧？那么这还是个背驰点，那拉上去之后，你这是不是一个1，对吧？那你说这是不是2？那你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个主升浪也好？那么你这个止损我其实已经画到了，只有1块多钱。那如果这个真开始主升浪的话，那它要比这一段还要大。那这一段的话是走的16，你要比这大，那你的目标可能是将近50的这么一块，但你这个止损只有1块，所以这是个长期投资来说，这是个1比50的一个交易。那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做呢？其实也可以啊，其实也可以操作啊，但不是说非得去做一个美股的指数，或者说非得去做同样一个标的。所以说我们首先的一个方法就是第一认知市场，第二就是我们对市场的一个分析的话，你要知道市场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下手的，不是说非得把资金放在同样一个地方。好，那么第二个点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想克服一个 FOMO 的一个情绪的话，我能给大家今天呢，就是看那个情绪实在是不太好，所以我跟大家呢就我还特意把我的一些持仓的分配，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呢，我整个好多账户加在一起，我就发现就是我自己波段的操作，现在呢是30%，然后呢我的有30%是做这个TLT 是在美债，然后另外30%是我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波段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策略啊。那么这3个策略混在一起呢，我还有2%的仓位做了看空的期权那么整个这个就混在一起。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对于账户资金的一个分配，我特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些其他的策略防止你出现这种 FOMO 的情绪。所以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有一些你对你的这个信号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量化
那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比如在30分钟上我做了一个类似于一个30分钟 TQQ 或者是 QQQ 的这么一个策略，它名字叫 CCCC 了。那么这个策略呢，就是一个纯 TA 的一个策略。那我做了一个纯 TA 的策略呢，就是通过很多指标，这个指标其实你们自己看，其实大概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指标，买卖指标。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买卖的规则用了一套我自己用的买卖规则，就是来模仿我平时的一个交易。它就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怕盘整不怕趋势，每一段都可以吃到。那么如果在30分钟走势有比较强烈的一个趋势的话，那我们就也实现了一个自动化，就是一波一波的去做上去，说做出来。就说那像这样的话，它就会像今年的表现的话，它就还可以。那今年表现就是大约现在多少了？现在有70%多的这么一个收益。那么你自己在做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困难，可能到了70%多，但是呢，你可以比如说做 QQQ， 对吧？我在这里做 QQQ， 那么我做 QQQ 的话，比如我们止损就可以把它设的低一点的话，那我 QQQ 的这一年呢，今年到现在的话是差不多的，差不多16%。所以说这个就整体上就是你不会吃太大的亏整体不会吃太大亏。那我们整个对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回测，从2013年开始呢，是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整体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胜率都不是非常高，是因为盘整的时候它一定会经历磨损，但是整个的盈亏呢，在这些年中都还是正的，都还不错。所以说有一点就是我会有一些策略会引导我自己，要不然它自动就运行，要不然的话就是一个来做。那么我就有这么样一个策略来保护我，或者说让我在市场的小级别中，就是说我看的宏观的我们的一个分析之后，我小级别中我该有买卖点还是要去做呀，对吧？那么第二点呢，我去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我准备呢会给大家比如说我在这个咱们说 Collective 2或者是另外的一些地方会有一些公开的，我们就直接弄一个账户来开始，从3月开始呢，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称之为爱之 algo， 是我自己开发的另外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套择时，对吧？那么在这里我自己做了一套择时的这么一个交易的系统之后呢，我还再配上了一个选股同时呢又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很多的选股器加择时，同时又把很多择时的信号进行了一个量化的一个处理，所以就是一个 TA 的一个，就是说技术分析的择时，加上一个选股，加上对市场宏观的一些指数包括我们说宽度包括一些情绪的一个变化作为一个什么叫辅助。而且我人工呢又把大量的比如说很多小股票的一些这个包括甭说小的，连 AMD 在这里你都见不到，特斯拉你都这种都是波段性比较差，或者是我们已经过滤了很多只股票，就剩下的这些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数量就会比较少。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中就是有一个比较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交易机会，那就会辅助我在30分钟级别上找到相对确定性比较强的去做。对，比如说你看我最近开的这个仓位呢，就是在这个3月28号开的这个微软是273.5块，对吧？273.5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把这个东西就是分享给大家了，273.5块。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是30分钟策略，然后这个地方的胜率是多少，然后持仓多少，硬止损是多少，其实分享了。但是仍然我知道，就是我们作为交流的一个目的的话，就是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分析和我的一些策略，我就算分享给你，其实很多人也是他心里没底。所以我的目的不是说你去所谓的跟或者说你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交易，而是通过我的一个分析和方法能帮助到你，给你一个参考。因为你的钱不归我管，而且我也不负责去管你的钱或给你提供你该如何做的一个建立。我所做的就是分享我自己的这套系统和方法，我该怎么去做。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叫弱择时，或者说我们这里形成了一个择时的这么一个交易，和一个什么呢？就是通过一个选股择时加上一个情绪指标混合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帮助我在30分钟上做出一些决策。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在日内和更短级别的话又分为两种，一种的话我是开始做5分钟一笔5分钟一笔的。我们说最近从3月中开始，这个交易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作为一个上班族来说，你就是可以龟缩，或者说你龟缩就没毛病啊，换成美债，换成 money market， 你5%点多的收益还要怎么样啊？挺好的呀，踏踏实实上班不就挺好吗？或者说你在这个地方买美债也可以，对吧？一有收益还又能涨，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作为全职交易者或者每天盯盘的话，我这个又有什么呢？5分钟上的这么一个操作，5分钟上这些操作一笔一笔的向上吃。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我们说3月28号这个地方出来买之后，这个买点我说没有涨完，这个确实是事实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记录其实都讲到了，这个没有涨完之后，但这个地方就说基本上很有可能要终结了。所以2次我在这个位置上觉得要终结了，但今天这个上涨是超乎预期的，因为我们不管是从期权数据还是从其他的地方看，那么能涨到4109，其实都是一个超乎预期的，那无非呢就是不吃这一段罢了啊，不吃这一段罢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就一笔一笔的去什么，一笔一笔的去吃，一笔一笔去做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分享了我整个这一套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体系和方法。那么我们从宏观上的一个分析，我去找不非得找股市或者说 equity 市场，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找什么呢？找一些其他的指标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一个操作，去操作美债呀，或者说中国呀，或者说欧洲啊，你都可以找它去操作，或者美元啊都可以做，黄金啊，对吧？去原油啊都可以找这些商品来做。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把它可以下沉到一个30分钟，对吧？就像这样的话，30分钟一个少量操作的系统和30分钟这种就是频繁交易的这样的不同的一套系统。那么另外的话，我又在5分钟上，我们有一个可以刷这个期货，去找这个刷期货的一个交易。那么另外呢，我还有呢，比如说我再细致的话，那我还有就是1分钟的，对吧？1分钟的一些策略。那么1分钟这些策略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1分钟它的一些买卖呀、操作呀，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进行一个操作和这个处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下这些市场上这个走势，你想克服你的 FOMO 那个心态，你总怕错过了一套你就没法做的时候，其实一个是给自己找更多的事干。那么你可以通过工作，比如说工作者或者说我上班族反而不容易 FOMO， 你就踏踏实实上班就好了，对吧？你找到了真正到牛市的开始之后，你其实在牛市中机会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因为牛市里面它非常多的个股可以给你操作啊。那么我们不需要说每一口都要吃，或者是每一口都要做。所以说我通过我的这个方法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心态上怎么能和我们技术上和系统上是如何去克服这个FOMO的心态。但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10多年经历过来了，然后我自己也是完全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为什么会那么着急，非常非常能理解大家。所以说我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部分的这个分享吧，我就给大家呢讲分享实实在在的去分享我自己的这些咱们对于走势我是如何去应对，和我哪些工具系统是如何来让我不去 FOMO 的。那么具体的我还有好多今天给大家做的内容，包括这些数据啊、集合这些东西，我还有很多个股还要分析，所以就是我只能拆成下一个视频，或者是不行周末我们可以搞一直播，都可以来给大家再具体的去做。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一期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有兴趣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转发哟，拜拜。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